哎呀妈呀，家张大铁他真是一个2岁半的小老头，他无比顽固，拒绝外来文化。你不要说我，他看破红尘，见鬼都异常淡定。这是假的。他还特别好事儿，我领他去公园荡秋千，他对秋千对滑梯兴趣都一般。最吸引他的是聊闲天的老太太。而且他最厉害的一点是，就看老太太的表情，就知道今天是不是有人要身败名裂。他知道偷听哪个。你看今天看这俩老太太就不走了。我的东西都砸完能进来，还是立了。我都立了，过来了，过不成了，过不成了，那咋的？回家吧，又搁这块儿，一天你就给你闲的，给你心操的。他不过不光操心人家是不是要不过了，啥心都操。我最近租了一个办公室，往里边搬家的时候，我就把俺家这几口人都叫来了。他爸和他姐来了，就很开心探班一下新办公室。张大铁来了，到这一看，纸壳盒子要被人收走，铁岭灵魂就被激活了。老爷在吉林收这壳子，老爷不在北京收。No， 拿钱，咱不要这些。要给你，你说我是，你说我是。有钱不挣不能忍，忆苦思甜不忘本。在思想觉悟这个领域上，张大铁以一己之力，代表着他身后无数个东北老大爷，给江大人上了一课。他爸和他姐来了呢，就是个玩儿。张大铁那要强，来了眼睛里全是活，亲力亲为，啥干不了吧，哪都盯着，啥事儿他都得搭把手。人家嫌他碍事儿，人自己进屋装桌子去了，他还跟人后边隔着玻璃看着，戒不了尿不湿，更戒不了操心命，脸上就写着几个大字：我谁也不放心，我谁也不放心。来，领导，你视察这么长时间了，给你补充点能量吧啊！喝点美素佳原月，有 NVHMO， 荷兰自有牧场的 Novus， 牛乳软蛋白比例也高，整的明明白白，看他身体素质还挺硬实，你看这给他忙活的。一杯，就给你的，你不操心别人了啊！在我办公室一共待了不到2小时，那把我同事的心都操一遍呢。有第几次再3遍？要刷洗，别呀黑呀！你把本子弄出来。你儿子刚跟人说你把本儿都弄出来，你把这儿都是来，这儿都是来。然后下班走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事露着脚脖子骑电动车走的，给张大铁急坏了，还碎嘴子。哎呀，他就是教我的呢。人家告诉大铁说我不冷，然后骑车就走了。他在后边，这个着急人老了做病啊！我这腿切裤了，这脖子，哎呀！我要疯了！这外国人和我们旅游的文化差异太大了，旅个游给我折腾完了。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桂林，就是20元人民币上面美景的原址漓江。上船开始，这导游吧，每隔一会儿就会拿个大喇叭跟我们说：“大家请注意，右手边叫大象吸水，左手边叫骏马回眸。”又过一会儿说：“咱们现在右前方就是中外闻名的望夫石。”他们呢听不懂，就极度好奇，就一直问我导游说啥？导游说啥？我说导游说问你这个石头它像一个什么？温迪说它像一个石头，一个石头。我说你看啊，这个石头站着望向远方，因为她的丈夫没回家。温迪说那等他干啥呀？还站着等？他不回来，应该也是在外头喝酒呢。我要是这石头，我早把门反锁了。这石头应该叫再见爱人，再见爱人。反正你跟他们说啥像啥，他们都理解不了。这外国人吧，他看山就是山，看水就是水，他们的景区就是纯景，不附加任何故事和意境。咱们呢正相反，咱从小就背古诗，就得背意境。你写作文要是不用象征拟人排比句，真影响你中考高考得分率。但是他们没有，他们的脑回路是直的，可以说只有脑路没有回，没有回。前几天我爸跟温迪讲这个李白的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似银河落九天，我爸是这么翻译的。Water 哗哗哗哗哗 ，like a stars， 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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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温迪说：“哦，我的上帝呀，星星都干碎了！李白这是一部灾难片吗？灾难片。”他们虽然不理解异境文化，但是呢还贼好奇，就一直问你问题。我不回答就问我爸，我爸解释了一天每个石头像啥。温迪最后说：“你要是硬逼我说，我最多能承认的像块姜，像块鸡。”晚上10点回民宿，还拉着我爸要去天台游泳，游到半夜还得我出来喊所有人现在都回屋刷牙睡下去。我以前是2孩子的妈，温迪他们仨一来，我觉得我是6个孩子的妈。而且我发现老大温迪最不好带，给我爸整的体力不支，第2天说自己身体抱恙。我去他屋一看，老头啥事没有，喝啤酒呢，就是不想出去被折磨了。我说爸，你休想让我承担这一切，我跟你一样，我可没有他们的体格子。所以最近我在尝试这个奥家宝金萃鱼油，一粒就有1.28克的欧米伽3，超浓缩含量高，还添加了维生素 E， 每天1粒，10项全能守护，很方便，给我这种又得工作又得带孩子，身兼数职下疲惫不堪的中年人打造。
后来大胖媳妇来广西找我们了，我跟她说，我说我爸还有导游就费尽心思跟他们解释这些石头像啥，你妈和你妹妹们完全不懂。大胖媳妇就找他妈谈话去了，说你们这样吧，有点折人家面子，你们配合一下，人家说像啥，你们就先说像，完事再自己琢磨。这下好，第二天温迪他们跟我们去溶洞，又是一个凭想象力的地方。温迪他们谨遵教诲，一直在捧场。他们带着一个导游耳机，能说英文，告诉他们哪个石头像啥，他们就一直夸。哦，对呀，好像啊。耳机说面前的石头是个笋，温迪是啊，多损呐，多损呐。但是吧，他们那个耳机有点问题，它慢半拍是错位的。耳机说面前的是一个孔雀，温迪说，哎呀，真的好像孔雀呀，太生动了。其实他们面前的呢是金猴回首，孔雀还没到呢。我说温迪啊，捧场捧得好，但是捧早了，这个是金猴回首 ，Monkey look back。温迪说啊，等丈夫猴呢，我懂，旺夫猴，旺夫猴。这中外老人吧，带孩子方式太不一样了。咱中国老人最爱说的一个遭罪，一个上火，已经把温迪整疯了。最近我们不老出去玩吗？我爸不太乐意，跟我说，你别老折腾孩子，多遭罪。要不就温迪他爱玩，让他们自己出去玩去，你就陪孩子搁家。温迪问我什么叫折腾？我说我爸的意思呢，就是你带着他去坐飞机、坐火车，就是折腾他。温迪说，那什么叫遭罪？我说我爸认为呢，旅游也叫遭罪。温迪说，那我这次来中国遭罪也没剩几天了，你就让我折腾一下孩子呗。我下次来遭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但是哥哥，你也可以来加拿大遭罪，遭大罪。到时候我们全家调休都来折腾你，都来折腾你。他不理解咱老人心中的折腾和遭罪，更不理解的是上火。在成都熊猫园人山人海，我爸就抱着拿铁说不过去，说人多孩子上火。温迪买的饼干给拿铁，我爸说别多吃，吃多还上火。温迪老给孩子喝橙汁，我爸说别多喝，喝多还上火。温迪实在理解不了了，问我爸火在哪呢呀？火呀，哪有火呀？我爸说火在它里边啊，这里边有火。温迪说那孩子里边怎么能有火呢？拿铁体内有酒精啊，酱香拿铁怎么这么易燃呢？它易燃呢？它。我爸跟他说你对火的了解太肤浅。你看拿铁自从出门就没拉，这就是上火。我看他这样，我上老火了。温迪更懵了，你出门也没拉呀？那怎么什么事儿都是上火呢？什么事儿都是上火呢？不光是文化差异上，啥事儿他也不惯着孩子，那是真不惯。我们在溶洞参观那天出来以后下山是可以坐一个绳索秋千下去，我就给每个人都买了一张票，35块钱一个人。但是早达一看呢就吓哭了，说这绳索他不敢坐，他空高要走下去。这要是我爸我妈哈，肯定心疼的不得了。不坐，绳索什么玩意儿，打他。温迪刚开始也安慰早达一番，后来发现无效，早达泪眼汪汪的看着奶奶说，那么奶奶你能陪我走下去吗？他奶说，哦亲爱的我爱你，那请不要做梦，你不想玩我也想玩呢，你不要道德绑架我。这么着吧，你呢走下去，奶奶滑下去，到时候咱们呢在山脚下汇合，你一见到奶奶呢，你把你票给我，奶奶呀再走上去，把你的票给划了，把你的票给划了。奶奶和孙子孙女吃冰淇淋永远石头剪刀布，谁赢了谁先选口味。早达要是选完了一尝发现不喜欢，想跟他奶换，那绝对不好使。刷牙也是，我爸那是连哄带骗，甚至亲自上手代刷，但温迪全凭自觉。幸亏我给早达买了新一代欧乐 B 圆头防蛀刷的艾莎公主版，小圆头360度包裹清洁，贼精准。全新升级的内圈 S 型刷丝，洁牙加护牙，智能 APP 让刷牙自觉起来。给温迪一个大人版的磁波旋动技术，搭配独特圆头，不找力度都能刷干净。但是他平时不惯着孩子吧也就罢了，最近他不是惹大祸了吗？把他孙子最重要的户口本扔丢了，人家张大铁不搭理他了。昨天我的小姑子为了安抚他生病的嫂子，从宠物店借回来一只小柯基，拿铁就贼喜欢，早达就跟他奶说，我觉得你应该补偿一下我的弟弟，把这条狗送给他。温迪说，不是，这老板要价太贵，而且非常不合理，说这个狗是纯正的外国血统，所以贵。但是我怀疑它就是个串儿，关键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身份证明可以证明它到底是哪里的狗。早达说，你说的这不就是我的弟弟张拿铁吗？张拿铁吗？早达说，以后这狗就叫户口。这还是北京的户口呢。